下象棋掌握一点邪门的招法，即便是高手遇到你的话，也会惧怕3分。今天咱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局趋头屏风马比较邪门的开局。双方护挺兵卒，平炮对车，依然延续前面几局视频内容的开局。那么接下来退炮将来有直接平炮打车的手段，本局棋红方采取形成5、6炮，黑方平炮意在出车，红方快速上马，黑方出车。走到这里，双方是拉开阵势，红方发现黑方的中路是比较空虚，直接冲中兵。接下来在这里黑方走出超乎常规的走法，选择回马窝心，拦住自己的炮。同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比较忌讳窝心马的。那么在这里黑方就是出乎寻常，形成连环马，下一步棋可平炮打车。当然在这里红方是并不会太担心，他有2路走法，车9进1快速出子，第2路是直接中路采取进攻。咱们分别来看，黑方如果说平炮打车的话，红方的车固然是无处可去，但是他有拆掉这个阵型，进炮打卒先手将军，就看黑方如何应对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分别为大家介绍比较低等、中肯以及高明的3类走法。首先说明平炮想要卡住中路的话，这是最容易犯的低级错误。如此的话，进车吃马，先手还捉炮，这个窝心马是跳不出来的。当然在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可能会选择飞象补后中路，同时给马生根。感觉这里还先手打了车，红方平车避让的话，看住的这个炮还夺得中路的先手，即便是你上马吃的话，平车交换，将来窝心马显得稍微有些浪费步数。当然或许我们也会认为直接上马干脆果断，这个走法呢是相对而言就看红方如何应对。那现在如果吃掉炮的话，它就容易丢子，因为退炮打车的话，这个车仅此一个位置，再度上马，前踩马后踩车，红方丢子。好，我们再度返回来，那不能吃炮的话，红方平车吃马呢，相对而言双方子力目前来说是差不多，但是黑方关键是有窝心马，红方是略微占优。通过以上这些种种演变，这都不是咱们今天的关键点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黑方的高明走法，能回马窝心，当然也可以跳出来。相信走到这里，大家就会发现黑方在这里是巧妙布置一个开局邪门陷阱。回马的话，既给7路马生根，同时双马抢中炮，关键是这里进炮打车，要解决车的问题。平车避让，上马吃掉炮，白白的得了一个子。红方还有手段平炮进行双抢，那实际上在这里也都是不成立，提前补后中路。现在你进炮打的话，黑方上马直接强行吃掉，这里将来还有打空头，关键是你现在还不敢吃平车把马直接吃掉的话，重炮打死车。那现在你吃和不吃，黑方将来都是有手段平炮中路，形成强大的进攻。如此的话，红方是必然丢子，明显会落败。回到分界点之处，我们继续看红方第2路走法，选择冲中兵。黑方如果说继续平炮打车的话，红方进炮先手将军，将来这个小兵给炮生根，如此的话红方略微占优。好了，接下来黑方如何应对呢？
补后中路，同时形成反击。红方冲兵吃掉卒，威胁炮，交给黑方难题。现在关键是你炮走开的话，这个马容易丢啊。进炮直接打掉，难道在这里不担心人家飞象吃吗？后手平炮打死车，所以当务之急，红方赶紧想办法解决车的问题。左右不好逃，退车的话，这个马又活了。他选择冲兵，既有先手吃炮，同时卡住马腿，还有吃马。在这里，我们可能常规的走法会选择平炮打掉一马，先贪吃一个。但是高手行棋往往是有杀先看杀，形成攻势远远大于贪吃。红方冲兵吃掉马，先手将军。黑方乘势，为什么没有回马吃？这里就留下强大的攻势局面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，红方能不能进车吃马呢？这里进车点住的话，你再出车对车都来不及，平车捉炮，再来进车的话，双车一旦点进下二线的话，这个当头炮、空头炮配合双车平顶冠直接杀棋。红方空有2个车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拿这个炮没有任何办法。所以在这里也是设置非常长远的进攻目标。好的，当务之急，红方赶紧想办法出车对子，缓解压力。黑方进车一吃，红方回马吃掉。接下来好像是没有这个攻势了，让人想不到的就是退士。重炮将军仅此一步，摆车上马吃，再度设置巧妙的陷阱了。红方只好选择进帅，将来可逃，还有平炮，想挡一步。黑方进车请上3楼，平车卡住脖子，下一步棋依然有同样的手段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就是关键的2个点了。红方有退车吃掉卒，将来你平炮中路想要重炮杀起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平车挡一步。第二种思路呢，就是把炮先手走开，你重炮将军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平帅逃一步。我们首先来看退车杀卒的话，车想要缓解，但是黑方上马形成双杀局面，有重炮杀，跳马的话，车马炮3子组合杀。关键问题，这个炮得要动了，仅此一个位置。你再来的话，他反将一下，先缓解一点压力。但是跳马一将军的话，仅此一个位置了。还好这里有炮，不然的话，黑方平车兜底的话，就直接杀了。但是黑方还有后手炮，强势驱赶红方这个炮，也只好走开，面临杀棋，无力回天。好，我们再度返回来，红方最顽强的走法，进炮，既为老帅留出逃生空间，同时黑方平炮中路将军的时候，他还可以来一个先手反将。黑方退车捉炮，红方平车看守住，防止黑方平车占据那道线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接下来黑方平车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平炮闪击将军的话是打着车的，那首先说明车走开的话，炮丢的话，这一丢子的话显然是没有办法再形成一个防守了。那炮打掉卒或者说打掉底士的话，平炮一将军如果说过来的话，那也只能过来，不然的话帅五平四的话，平车杀棋，进炮打士的话，打马打车白丢了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红方采取直接平帅，先手避让，黑方依然是故技重施。
现在炮也不好走开呀，你走到哪里都是咱们这一手进炮打掉底士。好了，现在你再退回来打的话，他进车吃，但是咱们依然有背后放枪这一招，进炮打底士，打车打炮。关键问题是红方这个车走不开呀，车闪开的话直接杀棋，那白白丢子的话，车丢了也只能大势已去，只能投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邪门入车招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